我狼蹄这帮志士便立下了规矩：我们虽为马贼，不抢穷困，不抢贫民，不抢弱者。加帕尔私自逮捕洗劫邻村，特木尔、阿达叛变劫狱。你们3个人以狼蹄帮规处置，当众问斩。加帕尔并非怕死之辈，要杀要剐，绝无怨怼。但是我这2个部下，阿达、特木尔，他们是狼蹄帮最英勇的战士。望狼王念其初犯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三当家，不用为我们求情，既然做了，就不后悔。加帕尔私自率部去抢劫像月泉村一样穷苦的百姓，你们只是玷污了捐毒的血统。待将来复国大业有成，这会是耻辱的一笔。狼王，你还在做复国梦呢？什么意思？20年的劫掠生涯，你还没意识到吗？我们早就是彻头彻尾的马贼了。就是。放下你高贵的王室身段，认清现实吧。你睁眼看看这里的人，他们早已受尽苦难，为的是吃饱穿暖活下去，并不是什么复国。放屁！我当马贼就是为了复国2字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岂能只为温饱而苟活？那同蝼蚁草芥有何区别？大家放心，总有一日我会重建捐毒，会让大家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。说的对，就是。你这般自甘堕落，不配当我们捐毒人。徒修听令，在。拖出去，斩了他们3个的脑袋。狼王还请息怒，看待加帕尔过去的功劳和苦劳，饶他们一命吧。徒修，连你也想违抗我的命令？不敢。动手！住手！艾利希尔，这是我们狼蹄帮中之事，若你要劝我，大可不必。狼王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当初为何从捐毒废墟中把这些人救出来？他们都是我捐毒族人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救出族人是为了让他们活下去，可现在呢，你却想要他们的性命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。加帕尔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他跟你一样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捐毒族民。家不可一日无归，国不可一日无虑。倘若我今日放过他们3个，他日我还有何立场统领狼蹄帮复兴捐毒国呢？中原有句话：道不同，各从其志。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。当初和你一心的那个人，现在也许找到了新的志向，倒不如你放他们离开这儿，让留在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。你起来吧。我看在艾利希尔的面子上，饶了你们3个。立刻滚出月泉村，不许再回来！等等，你们3个，从今往后，如果胆敢再恃强凌弱，劫掠平民，休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欠你的，我会还你。
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陪你说说话。我，屠修，嘉盘，成立狼蹄帮之时，我16岁，他俩14，这一转眼，18年过去了。一夕斩断18年的手足情，不管是谁，都会痛心的。岂止是痛心，他嘉盘憋了整整18年，今日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可在场的人，还有多少人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？18年，时间太长了，长到足以磨灭一个人的意志，让所有人忘了自己的初衷。复国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连你也怀疑我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回来，给他们安了家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？你根本不明白，当时你被岳少成掳走时还是个婴儿，那时的卷土昌盛一时，被人们称作沙漠中的奇迹。如果你有幸亲眼看见的话，也会和我一样，绝不甘心让他被世人所遗忘，紧紧埋在这黄沙之下。可是你看看，现在的卷土，只剩下寥寥数百人了。如果他们忘记自己从何而来，这辈子甘心当马贼、当牧民了却一生，用不了几十年，世上就再无卷土了。我明白了。我所经历的，你未曾目睹，又怎会明白呢？从小我不喜文墨，不弄刀枪，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演术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一个每天只会跟木头疙瘩打交道的怪人。可是我见过演术真正神奇的地方。虽然我现在不能像谢伯伯那样造出精妙绝世的演甲，只要我不放弃，一切就有可能。唉，老王啊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？说呀，咱们兄弟两个，不必扭扭捏捏的。你的左臂是怎么断掉的？20年前，就是那岳少成兵临城下，我身在城外猎场，因此逃过一劫。当我得知捐毒的惨况后，快马加鞭赶回城里，却看到父亲身首异处，母亲殉情而死。当时满地都是尸体，见到的幸存者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精神恍惚。我跨过一个一个死人，直奔王府废墟。你是去找我吗？我想当时你还小，有可能他们会饶你一命。我在废墟中找了很久，我终于在一个发狂的士兵手中发现了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不顾一切想把你从他手中抢回来，但是那个发狂的士兵力大无穷，见人就砍。你的胳膊就是被他砍下的吗？他一刀砍下来，我就晕倒了。等我醒来后，左臂就断了，你也不见了。原来你没了左臂，是为了我。当时我以为你遭了难，所以在这20年里，我日日都恨自己无能，我恨自己没能力救下你。可谁成想，是他岳少成掳走了你，
狼王，我……行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要再提了。我要感谢爹娘在天之灵的保佑，让我们兄弟二人还可以团聚。文人宇，你主动找我，是打算告诉我了吗？我师父怎么样了？现在仍平安无事，可过了酉时，我便不敢保证了。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文人宇，我没有时间陪你耗，你师父的命留是不留，自己看着办。我说了，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廉贞祭司，你若现在关了水镜，便别想从我口中得到你想要的消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见面。怎么，想跟我谈条件？你们行事诡异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我信不过。你打算如何见面？捐毒遗址西侧的枯树林，你把我师父带来。见到师父，我便告诉你他们的下落。小丫头，希望你别耍花样，否则你和你师父都要死在我手里。狼王，狼王，有一支商队正经过我们的地盘。真的？等了2个月，终于来了块肥肉了。通知兄弟们集合，动作麻利点。是。狼王，你们先去准备，我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2个月了吗？终于来块肥肉，准备把它拿回来。肥肉？你们该不是去打劫吧？是不是打劫？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走了。蹲下，别动，小心点啊！这回这功夫还不错，有点老样。兄弟们，手脚的麻利些，早点锤子，就吃了。韩古丽，张木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我们狼蹄的地盘抢东西！我以为又来了块肥肉呢，谁想着来了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崽子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你们脚下踩的是狼蹄的地盘，别坏了规矩。笑话，我们是马贼，讲个屁的规矩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教你。狼王啊，狼王，你知道为了今天，我费了多大劲儿吗？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这些商队为了避开你，
不惜远绕屠庐山而行，可今日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狼蹄的地盘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把屠庐山谷的路给堵了，逼他们走你的地盘上，设好了陷阱等你钻啊！卑鄙小人！马贼嘛，那又怎样？从今天开始，西域沙漠上不再有你们狼蹄，只有我们鹰骑。放箭！张木纳，我今日心情好，放你。识相的，带着你的人滚！老王，你觉得你有把握吗？张木纳，如果你再不走，就像你说的，从此西域大漠，只有我们狼蹄，没有你们鹰骑。算你狠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！怎么样，二当家的，你想跟他一样吗？这笔账我记下了，狼王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我等着你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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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了！干！来，加帕尔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这次呢，就当我欠你个人情。老王，别这么说。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吗？我还欠你条命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是当哥的亏欠你。既然是兄弟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？来，干！对了，韩古丽，这次怎么没有碰见阿里木老爹？哦，阿里木老爹得了风寒，所以这次买卖也没有参加。我们选错了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遇上了鹰骑。不知道为什么遇上鹰骑，啊？要不是鹰骑把所有的路都堵上了，你几个月没来我们狼蹄地盘了。这次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，如果下次，狼王特地赶过来，不是为了打劫，而是为了从鹰骑手里面救人的。啊？哦，早听说过西域狼王慷慨仗义、劫富济贫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这次呢来西域，就是为助狼蹄改头换面。从今天开始，狼蹄不再劫掠，而是改成护送商队营生。等，埃里希尔殿下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狼蹄从今往后不再掠夺商旅，还是去保护商旅？对，没错。哎，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老王，中原人有句话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如果遇到问题还不变通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也知道，这个当马贼不是正经营生。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好说，可月泉村这么多老弱妇孺，如果断了这个营生，那粮食怎么解决？啊？老王，若是当马贼行得通的话，你和加帕尔还会有矛盾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西域马贼帮派众多，正是因为帮派多，所以过往的商旅越来越少。现在还能为继，可再过个3、5年呢？狼蹄在西域赫赫有名，
消息传开了，就会有商旅自己找上门来，到时候族人衣食无忧，你们也不用再拼命去夺财了。大王，你若想光明正大的光复卷土，眼下正是个好机会。你们俩的意思呢？狼王，您来做决定吧。行得通。那好，从今往后，这个护送商队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好。来，为了捐毒族民，干一杯！来，干！好干！昭明乃是天皇伏羲下令所铸神剑，具大异能，可斩断世间一切的灵力流动。那岂不是能灭尽世间一切法力连结？果真如此，昭明剑真能斩断世间一切灵力连结。想不到当年我已经找到了除掉丽婴的办法。谢伯伯，谢伯伯。谢伯伯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？哈，无妨。有事找我？啊，有样东西想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进来说。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谢伯伯，你看。这只岩甲鸟是你自己做的？这只岩甲鸟我已经研究了好几年了，我想靠自己努力把它做出来。无疑，我说过，你在演术方面有很高的天分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演术上有多高的天分，我只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一次两次不行，那我就试很多次；一年两年不行，我就用10年、20年，哪怕是一辈子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演术还不够精湛，术法根基也不是很好，而且还有很多缺点，暂时还没有资格成为谢伯伯的弟子。但是谢伯伯，拜你为师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伯伯不收我为徒，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。只要你知道，我一直在为此事努力就行了。或许你我之间的缘分，不只是同路而行那么简单。谢伯伯，你因我而成演师，又学了我的演术。你自己也说过，我与你有半世之缘。谢伯伯，你是肯收我为徒了吗？我能不能收你为徒，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了。看我自己。哇，好大的雪山啊！以前怎么没见过？这是我为这次考核特意设下的虚景。啊？考核就在雪山上？从山脚到山头，会有3关考核。如果你能够顺利通过，就能拜我为师了。
爬山啊，这么简单？不可掉以轻心。山脚温暖如春，山腰萧瑟如秋，山顶则严寒如冬。考核的难度也会逐步增加。此处虽是虚景，但你的人却是真真实实的，受到的伤害也是真真切切的，所以还请小心应对。明白了。这是关于演师的考核，所以你不能使用与演术无关的武器。眼甲鸟能带人飞，也不能使用。那连寒光也用不了了？是的。哦。一路上你会面临不少的麻烦和困难，这把眼甲木剑就留给你防身吧。好，那一会儿山顶见喽。这是哪儿？不会说话的。该不会是谢伯伯给我设置的难关吧？看来今天不打败你，我是过不去了。哟，还会学我动作呀？试试我的招式吧。还有结界！可恶！无论出什么招，他都能马上学会。受了伤还不会流血，该怎么打？
好好想想，一定有办法。想不到吧？结界啊，是由灵力和磁场编织的一张大网，黑磁石可以干扰磁场，从而破坏灵力流动的稳定性。就算你能模仿我的动作，模仿我的招式，但是你没有我聪明。谢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无意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是我的虚影，你每过一关，就能见到我。那这么说，我已经过了第一关了。嗯。其实，我刚才耍了滑头。刚才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论实力的话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这便是过关的原因。啊？演术一途不同于其他法门，再强大的实力，再高深的修为，到头来都只能做辅助。唯有一个智字，才能让人走得更长远。嗯，我明白了。谢伯伯是要告诉我，以暴制暴，最终只会落于下场。你很聪明，具有成为演师的智慧。下一关更加凶险，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去吧。谢伯伯第二关，不会是想考验我的御寒能力吧？要是文人在就好了，他会火术法术，还会点个火取个暖。文人的暴脾气，惹他发个火，还能暖和一阵子。金刚。金刚，火冲天！还是我的金刚好，啊！咱们爷儿俩相依为命啊，金刚！暖和的差不多了，啊！
金刚，变！金刚，你好暖和呀，咱们走。冰层约3寸厚，桥长约6丈，能够承受的重量大概是10斗米，跟我的体重差不多。可如果带上金刚的话，恐怕就过不去了。谢伯伯说过，这雪山是虚构的，可承受的伤害却是真真实实的。如果不带上金刚的话，恐怕咱们爷儿俩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就算金刚放回岩甲包里，也是一样的重量。金刚，再试一次。赌一把。谢伯伯，你醒了？嗯？你没事吧？你不是虚影，是真的谢伯伯。难道是谢伯伯救了我？我说过，第2关非常凶险。可是我失败了。谁说你失败了？可是我从冰桥上掉下来了，虽然大难不死，但是也没登上山顶啊。我何时说过要登上山顶才算过关？啊，金刚！啊，谢伯伯，谢谢你。金刚陪了我10几年了，要是他被摔坏的话，我会难过死的。无意，其实第2关你无需走过那冰桥，只要有一颗人心就可以了。人心？君子以仁存仁，仁者爱人。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抛弃朋友，不损人利己。眼术可造福于人，也同样是伤人的利器。唯有保持一颗人心，才可以看清心之所向。无论我是否可以闯过第3关，谢伯伯说的这些话，我都会记住的。还有这些道理，无意受益终身。无论。怎么了？没信心了？谢伯伯的眼术和见识，都比我强太多了。哦，怎么我对你却很有信心呢？无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谢伯伯，第3关是什么？
第3关。你进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严甲歇，该不会让我和他打吧？不好吧？你说万一我出手过猛，把他打坏了，那不是对你不敬吗？你是怕把他打坏呢，还是怕打不过他？